小米预期马路直线对战换新版特斯拉 Model Y。这台 Model Y 是长续航全轮驱动版，331千瓦，559牛米，0-4.3秒。但是旁边这台预期 Max 版有着高达508千瓦，866牛米的动力数据，0-3.2秒，更加恐怖的成绩，可以轻松碾压对方。3、2、1，开始！不过这台小米预期还没有出新手保护模式，最大动力受限，哪怕电门到底，最高时速也只能达到140，最终惜败。刚刚提车，这几天大家在马路上见到小米预期，真的求放过，因为小米这几天就是有心无力，必须要300公里才能彻底解除封印。不过今天我还是要比这俩车，小米预期和特斯拉换新版的 Model Y， 因为他们俩价格真的很接近，而且又都是主打运动性能的 SUV，30多万，大家肯定会纠结一下的吧？不过大家放心，本期对比绝对中立。虽然我是预期的车主，但我是属于没有 F 码那种，大家懂的都懂啊。我就是买来想要纯粹的体验一下，对比一下它俩，分享给大家。不过这辆车真的摆一起，就预期明显是要大一圈的，因为它属于是中大型尺寸，然后特斯拉的 Model Y 呢，它是中型。小米还是懂中国消费者的啊，尺寸上给的很大方。设计上，我觉得小米预期肯定还是要夸张一点，隆起的肌肉线条，鲜艳的卡钳。毕竟很多人都说灵感来源于法拉利嘛，不过也有很多人介意这件事儿，大家就看自己。换新版的 Model Y 我们之前已经拍过很多次了，还是熟悉的鼠标风格，亮点就是它车尾的慢反射尾灯，点亮之后真的很有科技感。轮毂尺寸，两台车其实原厂标配都是19英寸的，但是小米的预期它能选装到21英寸，特斯拉的 Model Y 最多只能选装到20。不过特斯拉的它要更宽一些，画面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。不过小米有一点就是它的刹车片一直是比较薄，之前赛道里面确实也是着过的，所以如果要下赛道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。然后就是内饰，两台车其实都是大天幕设计，夏天隔热防晒效果真的很重要。咱们直接开始上仪器，现在两台车都在同一位置准备好。然后今天现在的温度是32度，基本是天幕玻璃的同一位置。车内的红外指数测出来，小米预期为0，特斯拉的 Model Y 是2.4，紫外指数两台车都是0。然后小米预期它这边用的是可变天幕，我们可以把它调成遮光模式，就是最暗的模式，再测一下。但是它调节的速度确实比较慢，需要3分钟左右。还是同一个位置，红外是1.4，紫外是0。我没有想到，反而遮光模式下，它天幕的红外透光率要更强一些。不过完整的隔热能力还是要看更专业的数据 TTS。特斯拉的天幕它就没有办法进行调节，只能某宝去买物理遮阳帘。车内舒适度上，小米预期我是真服了。它前排主副驾都是带零重力座椅的，而且带电动腿托。试了一下，真的很舒服。后排也是可以调节靠背角度的。而且它幅度很大，这是最躺倒的一个姿势，确实很舒服。Model Y 这边首先空间就要比小米的预期小那么一点，而且它座椅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点，差点意思。坐垫长度也要稍微短一点，填充物也比预期要少那么一些，整体坐着感觉就是偏硬。后排的靠背也可以调节角度，但这样已经是最躺倒的模式了，就感觉跟坐直了也没有太大区别，它的角度没有预期那么大。然后车内功能配置和科技感上，首先小米预期它有天气屏可以当仪表，副驾也能显示歌词，科技感爆棚。Model Y 一直没有仪表，但时间长了，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。语音控制上，小米绝对碾压了。它的小爱同学还能录入声纹，车外也能控制前后备箱，开大灯简直是装逼神器。小爱同学，打开前备箱。特斯拉的语音控制确实是不好用，也没有什么人用。导航到首都机场。出发。设计上两台车都是中间一块大屏，但是尺寸上我只能说都不大，特斯拉还有更小一点。另外设计我觉得特斯拉更具高级感，大家怎么看呢？不过预期的功能虽然新，但是也有自己的小问题。不过大家反映的天气屏有些墨镜会看不清楚，
楚，所以小米的提车礼盒里给大家送了墨镜，但是车载墨镜盒居然需要选装，音响做的也一般，大家可以再观望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然后比较一下两台车的电池和续航，小米预期它用的是101.7度的大电池，它的 CLTC 续航能达到760公里。特斯拉的 Model Y 它用的是78.4度的电池，要更小一些，但是续航上，特别是最新的焕新 Y， 它增加到了 CLTC 750公里，也就是说两台车的 CLTC 续航只差10公里，所以你就不得不服特斯拉的效率，它的能耗确实更低，特斯拉的电控真的是有点东西。然后是两台车的充电时间差别还是挺大的，小米预期它从10%充到80%，最快只需要12分钟，非常的快。它采用的是800伏的平台，从10%就能进入快充。特斯拉的 Model Y 是要从20%才能进入快充，它充到80%是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。确实充电这块两台车差别还是很大的。然后聊聊驾驶感受，先说一下小米预期，我觉得它首先外形看上去非常的运动性能，但实际它的整个调教、它的取向，我觉得并没有说想象中那么的运动，还是更偏家庭舒适向一些。不过单论提速这块，小米预期确实全面碾压特斯拉的 Model Y， 参数摆在这里，预期它是3秒俱乐部，然后特斯拉 Model Y 呢它是4秒开外，确实这台车它整个提速的爽快感会给你更极致的感觉。不过小米它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新手保护期，必须过了300公里之后才能全面解封，但是视野上预期它没有 Model Y 处理的那么好，因为它毕竟车头会更长一些，而且机盖上面会有凸起，然后整个车身的重心也要更高一些。然后是方向盘，首先我这台车是花了6000元选装，所以说得到了一个带碳和阿坎塔拉的方向盘，就有一种超跑方向盘的感觉，就整个手感会加分很多。但是它的整个调教，它的操控性呢，确实没有特斯拉那么的极致，它整个要更松弛一点，没有说那么的紧致，特别是方向的随动性没有说像特斯拉处理的那么好。对于底盘的调教，小米预期也是偏舒适向的，而且它是带空悬的，比特斯拉要更软更舒服一些，特别是过一些大的颠簸的时候，它化解的也会更好。但是在高速去过一些大弯的时候，它底盘的支撑性就没有特斯拉那么的强。总之这两台车它真的就是不同取向的调教。而且如果容易晕车的话，小米预期它其实这次还增加了一个防晕车舒缓模式，这个对于现在动辄3-4秒的电车来说确实是一个加分项。而且我这几天尝试体验了一下，确实会有所缓解。所以如果之前大家开过特斯拉容易晕车的话，那小米预期这一点确实会处理得更好。然后我们换到了特斯拉的 Model Y， 其实换新版的 Model Y 我们之前已经驾驶评测过很多次了，但是这回真的和小米预期放在一起开，一起去比较，我才更明显的发现这台特斯拉 Model Y 真的是纯粹的驾驶者之车，它带给我的那种驾驶乐趣感真的是难以替代。它的底盘你能明确的感觉到这种质感，灵巧的底盘调教，底盘的支撑感也足够的强，而且方向也是指哪打哪，随心所欲。这台车就是真的足够好开的一台车。当然，这种极致的驾驶质感，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需要。如果你真的是这种驾驶发烧友的话，那这台车绝对不容错过。但如果你就是家庭属性用车，日常通勤还有家人孩子坐着都想要舒舒服服的话，那确实这台车可能没有那么合适，那就是预期会补足了这个问题。今天全面比完这两台车，我觉得小米预期真的是在特斯拉的模板上去改良的。确实，如果你是有一些家庭属性的需求的话，那小米预期它是全面碾压特斯拉 Model Y 的，因为它更新，功能上也非常的丰富。但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，想要极致的驾驶乐趣，想要操控感特别强的话，那还得是特斯拉的 Model Y。那么这两台车你们会怎么选？